对不对？你不是女明星松弛剂吗？那对，你要怎么让我松一点？那目前觉得最难仿、最难打得开的人，不能讲吗？其实可以讲，好，我就讲。因为其实那一个访问结束之后，大家都觉得是非常好看的。谁？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们欢迎娜娜大师。大家好，我是娜娜大师。你今天怎么这么正常啊？我觉得也还好吧，而且还穿这么知性。其实我已经知性了，已经差不多两年左右了。2年左右。对，其实有时候你知道，荧幕出影像就是很容易让人家深植人心，就那种鬼吼鬼叫的画面。就像我之前已经脸不僵很久了，然后大家还是觉得我脸僵。我脸僵吗？我僵啊。你不是女明星松弛剂吗？那对，你要怎么让我松一点？我觉得听起来太色情了，我觉得这个词不要来用。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下，感觉你是一个还蛮自在的人。我算是。然后别人在你旁边，感觉也可以自动自发的自在起来。你有什么气场还是什么，就是让人家可以放得了松吗？因为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叫真诚，我喜欢或不喜欢很明显。因为这个世界上现在真的需要很多包装，任何你看到 YouTube 的影片，基本上是有包装过才会让人家觉得好看嘛。但是我真的是很真诚的一个人，所以可能这种真诚散发出来就是会比较真诚。对，但是他这个怎样？就是你知道我以前加入过一个 Facebook 社团，叫做谁在戴假眼镜？对，只有镜框的我就把它戳瞎。你知道，就第一次见面的人看到这个，然后你要搭配真诚，我需要想一下。真的假的？好，想完了吗？我想完了，我相信你。那还有什么小技巧？你可以教我吗？就是如果来宾非常硬，问一句就句点的话，你会怎么样？我跟你讲，这真的没什么，一定会遇到。可是就真的是想办法找到他最热爱的那个点，因为我访问都是歌手嘛，他们毕竟不是滔滔不绝的人类，所以他们也是很容易就是句点。可是他们很容易对音乐是有感觉的，所以我这边就比较好下手，是我就做好功课。譬如我们想到温岚，一般人可能说想要聊傻瓜或者同手同脚，就是比较经典的歌曲。可是我们如果做好功课，就会知道其实他有些冷门歌曲也很值得被发掘的时候，歌手这时候会有一点觉得，这个主持人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访问过程中让对方感受到的用心跟真心了。那目前觉得最难仿、最难打得开的人，不能讲吗？这脚本上面这个脚本没有。其实可以讲，好，我就讲。你干嘛要对着麦克风在这边？没关系，你看着那边就可以，你看那边就可以咯。心虚，你知道心虚都不敢直视大家。不是说要真诚吗？我们今天现在来真诚一下。因为其实那一个访问结束之后，大家都觉得是非常好看的。谁 ？Karen，我爱你，莫小姐。莫蔚，其实就是大家会认为他不好访的原因，不是他脾气不好，或者他回答的很坏的嘛，都不是，是因为他真的就是歌手，所以他回答的东西就是很简略，大概就是对或然后或者是哈哈哈很开心的笑。可是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不好，因为他就不是歌手。可是有时候在访问的流程上，就会很难让这个有趣的东西继续发酵嘛。然后所以我过程中是真的让自己化身成音乐人的状态，然后好好的跟他聊音乐之后，就真的很开心。Karen 最后敞开心房跟我大聊音乐。我今天其实就是想要回过头来，跟你聊说，怎么样看到自己的独特性和自己的相处是感觉非常的舒服的。比如说从小到大好了，我们小时候就开始比较嘛，谁比较高，跟我不一样，谁是长头发，先从外表来比，然后之后慢慢长大，发现这个人的个性跟我不一样，价值观跟我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我就是要走独特，可以做自己很好，可是大部分的人在小的时候都很怕跟人家不一样。那你从小有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吗？其实有哪方面？就是我真的很像神经病。也不至于吧，我今天已经很像一般普罗大众了耶。就小时候一直觉得自己是神经病，因为我就会觉得很想要到处表演，因为我国中还去巡回演出，在各个班级，就是下课的时候表演学老师，就是一般的好像人类不会这样子，下课还提着音响然后去不同的班级巡回演出，然后再被老师封杀。就是我享受那个掌声，他们就会觉得好好笑，好精彩。那我听到那声音，我就很兴奋。我是其实蛮
害怕的，觉得怪，就是小时候最好都不要有人看到我。可是你要就是等于是主动的去表演，你难道不会害怕说，要是表演的不好，或是人家笑不出来的话，会笑你之类的吗？还是要看场合，因为我觉得小时候的那个状态很难拿捏，有的时候人家叫你表演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我不要，还是会有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有一次就遇到一个我生涯说表演中最挫折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已经下课了，还没下课，快下课哦，老师就好像把我 cue 上台说，娜娜大师，当然他是叫我的本名，他说娜娜大师你上台。你表演一下，你不是很喜欢徐怀钰吗？你唱一下《飞起来》，然后就很尴尬，因为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 ready 好一切的所有。哪个科目的老师放这么开？他就是我们的班导，然后他就把我叫上台。那时候我就是很害怕，不敢表演，然后钟声就响，噔噔噔噔，然后全班就在等下课。老师就说：“好啊，你像那大师不表演，全班无法下课。”所以那个表演根本没有人要 care， 所以我就还是唱《飞起来了》，怎么可能就免我表演？老师说下课。然后大家就一哄而散，根本没有人 care。那我这辈子觉得表演好像就是有造成我的阴影。那你有什么兴趣吗？其实就是唱歌，我真的是起床就会热舞，起床我就会先热舞跟唱歌，就随着音乐，然后这样就是扭去刷牙，就是这样刷。真的啦，这是真的。我会期待自己对音乐保有这种快乐的感觉。那你会害怕大家只看到你表演的一面，看不到内在的你吗？没有到害怕，这点是我一直在学习的，因为的确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容易注意到的就是那些波动比较起伏比较大的东西，所以那些小小温温的力量有时候不会被人家发现。比如说什么？譬如我知性的那一面，虽然你们现在可能偷笑了一下，但是我真的有，所以我会在我自己的节目里面疯癫过后，我一定会留一个时间叫做纳小燕时间，就自以为是这一辈的小燕姐，然后留给大家一点呼吸的空间，好好去想想今天所有的一切的那种状态，知性时间了。怕大家看不到，被你的疯狂遮住，也没有怕大家看不到，因为就是要给你们，就是要看到。任何疯癫或任何不愉快或任何怎样的人，他都有那个心里最软的那一面，每个人都有。我也是怕大家觉得我就是一个样子，因为有的时候在影片上面是人格的一个部分而已。那怎么可能有人跟所有人见面的时候的态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你就是一整个很舒服很自在的感觉。但是有些人就是跟自己相处不舒服到他只要自己一个人静下来，他就会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就会一定要找一个事情去填满这个东西。比如说打电话问朋友说你等一下要干嘛，或者是硬找一个不想看的剧来看。所以我今天还蛮想要跟你讨论说，怎样可以好好的跟自己的独特相处。我还是觉得很幸运，可能我会觉得幸运的原因是我也真的很容易很感恩，因为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一直能够做自己这件事情。当然做自己这件事已经被讨论到滚瓜烂熟了。我觉得有一段话叫做帮助别人成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做别人的贵人。有的时候不是自己得到什么是最快乐的，常常是因为我们真的不小心帮到了别人，或为了别人做了什么事情而不小心也成为别人的贵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最快乐。最近的有没有发生类似这样子的事？像我现在有一个新单元叫做你最近好吗，我一直在找比较久没有出现的歌手。很多歌手其实他们很久没出现，但他们都是钻石，他们都也发亮过，所以我只是想要让他们的好再重新被现代的世人或很久不见的旧朋友看到。那我最近访问沙哑的时候，张惠纯的时候，我就有感受到他重新找回唱歌的快乐。那这件事对我来讲，这就是我何德何能，就是可以帮助他找到他对于唱歌的喜爱，而且他一唱出来的时候，就很多的粉丝想起了张惠纯沙哑，而去在他的现场听他演出。这就是我觉得我至少做了一个很小的好事，我觉得很开心。这样你对别人有意义，刚好对你有意义。对，虽然这个词很怂，施比受更有福，但如果在我们能力够的时候，我们就是帮助别人。你知道，我觉得我人生一直有一个理念，假设有不好的情绪产生的时候，我都会用一个想法，听起来很做作，但真的就是只要一直用感恩的心。就是虽然我有时候会觉得很哭腰，为什么我现在坐在这边，可能假设我的钱没有比谁多好了，假设我的观看数字没有比谁多，我一直去比较就会没完没了。可是我一定要感恩，
天哪，我竟然现在拥有了什么？其实很多都是可以过去的。所以有的人他可能会哭腰自己说，像我就是比较没有个性的人啊。可是谁规定一定要有个性啊？到底谁规定的？而且谁规定一定要很有冲劲？我人生没有目标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因为这只是很多世俗上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但真的不用理他，你想干嘛就干嘛，以不伤害别人为主。你刚刚讲的感恩，我觉得很有感触。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往前看，都不会看到现在自己拥有多少，然后有没有想过现在有这些东西，其实有些东西是非常难得的。就比如说你生过一场大病之后，你就会知道能平静的过日子有多难。因为我就是也生过一场大病。你生了什么样的大病？我觉得人好像都可以，当然是开个小玩笑，不希望大家这样。可是真的在一场大病中会体悟一件事情，其实刚做网红的时候根本就对这个产业不了解，所以有任何的工作任何的机会我都会想办法去抓住，导致就是所谓的睡眠不足，所有的工作真的太劳累。我这样持续了半年之后，我生了一场大病，可那场大病也不知是什么病，因为医生也找不出原因。可是整整半年我都在发烧咳嗽，所有的感冒症状永远好不了。所以那时候医生就照我的肺，因为我一直咳，每天都有痰，然后半年。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慢慢调整过后，我就告诉自己，工作很重要，但它绝对不可以是付出所有的一切。对，人就是一定要失去过某一个你平常一直拥有的东西之后，你才会去珍惜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莫名回来，你就会突然觉得感恩。之前前阵子生病的时候是独自读完一行之后，我会说，刚看了什么？然后之后发现，我又可以读书了。那时候心里就觉得，哇，我好像这样就够了。感谢这件事听起来很抽象，但是我发现我很恶心的是，因为我从那次生病之后，我开始运动，我就是这33年我真的没有运动，我想都不想想，但是我开始运动，我就觉得跑步很烦，我真的很爱跑步的人，我真的觉得你很厉害。我每次跑完的当下都觉得天哪，可是我都会说一句话，谢谢我的肺，谢谢我的腿，你们刚刚辛苦了，谢谢自己的身体啦。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对啊，就是我跑到很喘的时候，我想说，哇，我心脏能跳到170，是，就是真的是要生病之后的人才会懂。可能好了，我也不要鼓励大家去生病，不用生病，但如果你有机会透过我们这些知道长辈的经验，让你学习到或感恩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或者是当你觉得自己人生很困难很难过的话，你就把你的智慧型手机封起来3天就好了。3天回来之后，你就会很感恩，怎么有一个这么方便的东西？就是逆向操作，有没有？3天不要叫外送，自己去买，看你有没有辛苦。好像很也还好。听起来你很爱叫外送。有，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偏辛苦。你刚刚讲的，如果你想象你有一天可能不小心，人生突然出现跑马灯的时刻，你觉得你会看到什么？哈，这个那么未知的事，会看到东西吗？那你最舍不得什么？不行，不能问这个题目，这是会哭的题目，怎么可以乱问？因为我觉得人要心怀感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对，你随时有可能会挂掉。一定会，我跟你讲，人生就是无常，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为什么要变成闭眼睛回答？因为张开眼就会想哭，我没有想要再哭了。这么感动吗？对，我很容易感性。如果你发现你真的想不到很感恩的事情的话，你就想，可能你现在就是倒数24个小时，你会做什么？来，我帮你借一下，来借一下眼泪，借一下眼泪。人生真的是无常，珍惜所拥有的，然后家人一定是最爱你的，就是这样子。他真的眼泪出来了，可是刚刚根本没有怎样。对，就是你叫我去想啊，最舍不得什么？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很甘于离开人世，因为他一定有他挂念跟舍不得的事。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人生啊。但是你换一个方式想，你不觉得有能令你舍不得的事情在人世间就是最值得感恩的事吗？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只要还活着，都一定会有希望，绝对不可以放弃。希望可能你听起来会觉得有点模糊，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全黑，连希望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你能帮自己做的，就是你觉得现在没有希望没有关系，但你相信之后时间到了就会变好。然后你也不一定要改变什么，因为可能你当下就是很无力，你真的就是改变不了什么。但或许身体它正在修复中，如果你心理比较不好的话，它也正在修复中。那等到你的身心都好了之后，突然你就会知道下一步要往哪里走了。
你干嘛啦？没有啊，我在听你娓娓道来，我先擦一下我眼角的泪，在眼角。现在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人，有人觉得自己现在不太开心，感受不到幸福，你会怎么跟他讲？就是感受它，不用觉得全世界人都很快乐，没有人真的是一辈子快乐。那些看似快乐的人，他们也有很难过的时候，很正常。每一个人的比例没有规定一定要90%是快乐，10%是悲伤，你也可以90%是悲伤。当你那10%快乐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快乐，你就去享受你那个悲伤吧。还有，那大师刚刚有说过，不要跟人家比较，谁会 po 一些很惨的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说不定我这件衬衫的背后是破洞的啊，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会把好是没有，就是有一些汗这样子。大家都喜欢把好那一面给大家看，所以你只是看到大家好那一面，大家很苦的啊。对，所以说不定后面都是淤青这样。对啊，是不是现在脚臭的不得了，对，皮还在脱落。好啦，那我们就谢谢娜娜大师，谢谢娜娜大师，非常欢迎。如果你是对音乐热爱或者对知性热爱的人，欢迎锁定娜娜大师的频道哦。好，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请帮我在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不喜欢在周末跟周五晚上出门，太多人了。我们既然时间已经是可以选择在比较不那么人潮汹涌的时候，我还是会。真的假的？那你不是无时无刻要被要签名跟拍照？没有，认不出来啊！不可能，哪里认不出来啊？真的啦，我觉得还好。你有这个困扰吗？我没有，我不是被认出来看，我只是我可以过来跟你合照吗？这样？我跟你讲，我真的很享受现在这个状态，就要红不红，就是还有一些人会跟你拍照，然后大部分人不认识你，我觉得这实在太棒了。那你不觉得有点烦吗？被认出来？我是觉得还好。我觉得人家认不出我。这么可能？下面留言，你下面留言。你是怕做一些事？我真的没有怕。对，这个其实我也怕，因为我真的很爱乱勾男生的手，因为真的会很常会收到，就是粉专说，我刚才没看到你，然后就是我这种画面，然后我觉得，哎呦，好险我没有再多做些什么。你原本想要多做些什么？没有，请禁止再发问这种问题。